大家好，我是 Peter， 這是四方向飛行器教學的第5章。這章會教大家製作邏輯元件，而這些邏輯元件都是由前面幾個章節教過的元件組合而成。OR gate 可以用轉向元件做成，兩條線路合二為一，只要有一條線路觸發，都會在同一個地方輸出訊號。在 Inhibit Gate 中使用的是2條交錯的線路，只要2條線路在差不多的時間觸發，就會在交匯點產生線路衝突。如果我們把訊號端稱作 A， 控制端稱作 B， 那麼只有 A 觸發且 B 不觸發的時候才會輸出訊號。這個邏輯閘非常實用，因為活塞最多只能推動12個方塊，而這個邏輯閘除了細胞本體以外，不需要其他額外的方塊，因此可以和其他元件疊在一起。由於4方向飛行器的線路是細胞的擾動，正常情況下，如果輸入沒有擾動，那麼輸出是不可能會有訊號的。因此 ，NOT gate 需要有額外的擾動。在這裡，我們一樣可以利用 Inhibit Gate。Inhibit Gate 的邏輯表達式是 A and not B。如果 B 是輸入端，而 A 是外部電源，那麼只要 B 觸發就不會輸出訊號 ，B 不觸發就會輸出訊號，這樣就可以做出 NOT gate 了。由於 Inhibit Gate 的邏輯表達式是 A and not B， 只要先對 B 再做一個 NOT gate， 再接上 Inhibit Gate，就會變成 A and not B， 也就是 A and B。相信有些人應該已經看出問題了。這些邏輯元件需要刻意產生線路衝突，然而要在複雜的電路中，要讓細胞的擾動在差不多的時間到達邏輯元件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這個時候可以改用儲存元件來製作邏輯元件。在4方向飛行器中，線路的擾動是1，沒有擾動是0。而儲存元件中的0和1則有所不同。在儲存元件中，觸發奇數次是1，而觸發偶數次則是0。如果我們把開關線路當作 B， 那麼儲存元件就會變成 Inhibit Gate。與前面不同的是，這裡不要求2條線路在差不多的時間到達。只要 B 比 A 更早到達即可。更特別的是，只要改變這個方塊的初始狀態，就會切換 B 的開關狀態，變成 AND Gate。然而，就如前面章節提到的，儲存元件的設置較為複雜，體積也比較大，
我的建議是，除非真的沒辦法，還是用線路衝突來製作邏輯閘更好。XOR Gate 是一個特別的邏輯閘，因為它不需要額外電路。XOR Gate 只有在 A 觸發 B 沒觸發，或是 B 觸發 A 沒觸發的時候才會產生訊號。因此可以做2個 Inhibited Gate， 在 A 觸發的時候擋住 B，B 觸發的時候擋住 A， 接着將兩者的輸出用 OR Gate 連接起來即可。利用 OR Gate 可以讓線路循環做出時鐘，使其每隔一段時間就輸出一次訊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時鐘必須在飛行器移動前停止，不然移動時的衝擊波會破壞整個飛行器。因此，我們還需要一個 Inhibited Gate 來停止時鐘。在這個例子中，我使用2個 TFF， 使得時鐘觸發4次後會輸出訊號，然後停止時鐘。同時，輸出的訊號也是一個長延遲電路。在 Two-State Two-Color Termite 中，必須根據輸入的顏色是0還是1，還有目前的狀態是0還是1，來確定查找表中應該使用哪條規則。在這裡，我結合了線路衝突和儲存元件2種做法，因為目前的狀態是上一回合決定的，因此使用儲存元件記錄。顏色的部分則是使用線路衝突處理。在這4個儲存元件中，必定有2個是開，2個是關，代表目前的狀態，由下面的紅色線路控制。黑色線路是外部電源，白色線路是輸入電路。當白色線路不動作，黑色線路會向左轉進入查找表。會從哪個儲存元件左轉，由目前的狀態決定。當白色的線路動作，擋住黑色線路的同時，也向左轉進入查找表。同樣的，會從哪個儲存元件左轉，由目前的狀態決定。換句話說，總是會有一條線路進入查找表。4方向飛行器的線路本質上是細胞的擾動，而邏輯元件則是細胞的衝突。如果因為各種原因無法產生衝突，還可以使用儲存元件。有了邏輯電路，4方向飛行器的應用就變得非常廣了。然而，如果把4方向飛行器當作生物，邏輯電路就是它的大腦。這個生物目前還缺少大腦可控制的引擎，感知外部資訊的接收器，和一顆不會因移動時產生的衝擊波而停止的心臟。這些內容都會在下一章介紹。謝謝大家。